约瑟夫的小弟到现在也没从震惊与诧异中回过神来。他们想不通，老大策划这么多天，就为了找个机会把古斯塔沃干掉，结果眼看就要成功了，却忽然杀出个老大所谓的叔叔。关键这个叔叔还比老大年轻不少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个年轻的叔叔站出来说了一句话，老大就直接把所有的计划都终止了。不过他们能被约瑟夫选来执行这个计划，起码忠诚度还都有保障，所以就算心里诧异，只要老大发话了，他们也只能无条件听从。叶晨也知道这件事情到现在还不算完，今天两边起了冲突，古斯塔沃的小弟全被打趴下了，就算罗斯柴尔的家族不来过问，典狱长也一定会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而今天古斯塔沃没死，约瑟夫也要给古斯塔沃的儿子一个交代，所以如何稳住这两头，让今天的事情不会产生后续影响，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。于是叶晨便对约瑟夫说道，大侄子，让你的兄弟们先退到一边，有点事情我需要跟你和古斯塔沃好好聊聊。约瑟夫此刻的脑子里就两件事，叶晨是自己的叔叔，然后自己必须对他的命令无条件服从，所以他完全不假思索地对叶晨说道，叔叔放心，我这就安排。说罢，他叫过几名小弟，耳语一阵之后，一众小弟便立刻退开10余米远，为他们3人留下谈话的空间。叶晨这时候开口道，今天这件事情闹得已经很大了，所有犯人都看到你们两边在起冲突，好在他们还没有看到约瑟夫这边要动手杀人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商量一个统一的口径来应对监狱里这些人，包括典狱长那边，以免事情继续发酵。约瑟夫恭敬地说道，叶叔叔，一切都由您做主就好了，我都听您的。叶晨满意的点点头，称赞道，好侄子，没看错你。说完又看向古斯塔沃，问他，你呢？古斯塔沃连忙弓着身子说道，叶先生，我也一切听您吩咐。叶晨点点头，认真道，既然你们让我做主，那我就说一下我的大概解决方案。首先，今天这件事情，无论监狱里任何人问起，一定要说是约瑟夫这边对古斯塔沃长期以来享受的特权非常不满，所以想借机教训一下古斯塔沃。除此之外，别无其他。两人立刻不停点头，完全认可叶晨所说的内容。叶晨继续道，其次，这里说不定还有古斯塔沃儿子的眼线，所以你不要等他回头质问你有没有成功，等一会自由活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今天是为了先试探一下，看看狱警那边有没有什么动作，然后告诉他这2天你就会找机会把这件事情落实。约瑟夫自然100%同意，只是古斯塔沃有些担心地说道，叶先生，如果我儿子一直催促约瑟夫动手该怎么办？拖也不能一直拖下去啊，否则的话他一定会起疑心的，一旦他起了疑心，他就会找其他人来对我下手。叶晨点点头，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问题。顿了顿，叶晨继续说道，首先我刚才也已经说了，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，最多也就能拖延2-3天，所以我会在这2-3天的时间里找到一个保你的机会。古斯塔沃紧张不已地问，叶先生，请问您现在有没有什么方案能够保护我不被我儿子干掉？是，叶晨微笑道，你想在这里不被你儿子干掉，那就要从典狱长的身上下手，给你提供额外的保护。那我相信在这所监狱里面，绝对没有人能要你的命。古斯塔沃表情有些为难地说道，这里的典狱长看起来身份虽然并不高，
但他其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，他只听命于罗斯柴尔德家族，被外人根本做不放在眼里。我去求他帮忙，他不仅不会答应，反而会第一时间将情况汇报给罗斯柴尔德家族。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知道我儿子想要干掉我，那他们也就知道我对他们已经失去了价值，到时候我只会更加危险。叶晨问他，你能带我去见一见这个典狱长吗？不能，古斯塔沃如实说道。这家伙很奇怪，他几乎极少跟犯人接触，1年也就过来视察几次，其他时间犯人是根本见不到他的。而且就算我要见他，也要提前打招呼看他时间。他如果愿意见我的话，就会到监区的单独会客室见我。叶晨诧异地问，你们每一次见面都是在会客室吗？你有没有去过他的办公室？没有。叶晨又问，那你能去他的办公室跟他见面吗？不能。古斯塔沃摇头道，这里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内部的办公区都是什么样子。叶晨好奇地问道，我听别人说你在这里自由度很高，甚至经常能够溜出去过夜，你有这么高的自由度，难道连他们的内部办公区都没去过吗？古斯塔沃道，虽然我偶尔确实能够悄悄离开监区出去放松一下，但是他也跟我约法3章，每一次出去都必须先谎称身体患病，然后医生会给我开一个留置观察的证明。等到晚上熄灯之后，我的人会把暂时替代我的人送过来，由他代替我在医务室过夜，而我则由典狱长安排的狱警蒙面带出去，每一次都非常谨慎。叶晨咂了咂嘴，继续问他，这个典狱长的情况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？姓谁名谁，什么来头，多大岁数，有哪些癖好等等。古斯塔沃点点头说，这里的典狱长名叫布鲁斯·维恩斯坦，今年43岁。叶晨皱了皱眉，维恩斯坦这个姓氏好像并不多见。古斯塔沃道，确实不太多见，是个犹太姓氏。布鲁斯·维恩斯坦不太出名，但是他一位远房的叔您应该听说过，就是好莱坞那个大名鼎鼎恶棍。叶晨恍然大悟，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侵犯了上百名女明星的好莱坞恶棍。对，古斯塔沃点头道，布鲁斯和他那个远房叔叔差不多，都热衷玩女人，除了赚钱之外，最大的爱好就是女人。叶晨轻轻点了点头，笑道，喜欢玩女人，那就有切入点了。说着，叶晨又问他，你跟这个布鲁斯之间有没有什么利益输送？古斯塔沃道，明面上没有什么利益输送，毕竟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，也不敢太过嚣张。不过暗地里我确实让人在外面给他安排了一些美女，他每一次也都不拒绝。叶晨点头道，既然这样，那你就想办法跟他约个见面机会，越快越好，而且一定得带着我去见他。古斯塔沃问，叶先生，那我该怎么向他介绍您呢？叶晨道，这个简单，你就说以前跟我在墨西哥有过一段交情，没想到我因为非法移民被抓了进来，所以你想让他在监狱里多照顾照顾我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，你也别让他白白搭个人情，赶紧给他安排几个美女，越漂亮越好，今天晚上就好好伺候他。古斯塔沃点点头，行，我来安排。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。约瑟夫一见他竟然还有手机，顿时便下意识地说道，我操，你他妈哪来的手机？什么时候给我也搞一台？叶晨白了他一眼，呵斥道，闭嘴，忙正事呢，别乱打岔。约瑟夫立刻识趣地闭上了嘴。古斯塔沃找到一个号码拨了出去，跟电话那边吩咐好之后，便对叶晨说道，叶先生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今天晚上有2个世界小姐正好在纽约参加活动，
我本来是想出去享受享受的，现在就便宜布鲁斯了。叶晨点点头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你赶紧想办法联系他，跟他约着见一面。古斯塔沃不假思索地说道。好的，叶先生，我这就联系他。